雪橇队伍缓缓地停在了一道冰川遗迹的旁边。范闲眯着双眼，看着前方遥远的雪山，注视着在碧空下泛着幽冷白芒的奇绝山峰，胸口处难以自抑地产生了一丝激动。一丝发自内心深处的激动迅即占据了他的全身，让他的手指都微微地颤抖了起来。在梦中，他见过这座与大东山有几分相似的大雪山。在梦里，这座雪山是那样的高不可攀，是那样的神秘、强大和冰冷，就和皇帝老子带给他的感觉一样。然而今日，当这座大雪山全无先兆地出现在自己的眼帘中时，范闲却感到了无穷的快慰。人生而未死，然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若在短暂的一生中能够看到那些其他人都看不到的景致，获知更多天地间的秘密，知晓那些最吸引人类目光、最催促人类进化的未知，这该是怎样的一种享受呢？范闲的身体骤然僵硬了，一直未曾停歇的咳嗽声也停了。他贪婪地望着那座清幽的大雪山，似乎想将这一幕令自己动容的景致牢牢地烙印在心里，在以后的岁月中再也不要忘记。动容不只因为此情此景，不仅因为山中那庙，也因为此间天地的元气竟然浓郁到了一种令人颤抖的程度。范闲苍白的脸上双眼深陷，瘦削到了极点，可是每一次呼吸似乎都感觉自己在渐渐地健康起来。海棠第一个察觉到了范闲的异样，他的身体也已经疲惫到了极点，往日里明亮无比的眼眸早已被天地间的严寒打磨成了一片疲乏。然而此刻他的眸子又亮了起来，随着范闲的目光望向那座大雪山，久久没有言语。雪橇停下来以后，雪犬们似乎也察觉到了不一样的气氛，低声地吼叫着。60余头雪犬在经历了如此艰苦的旅程之后，只剩下来了17只，而长长的雪橇队伍也随着沿途的扔气减少到了5架。王13郎就站在最前头的那一架上，没有回头，只是怔怔地望着那座山，沙哑着声音问道：神庙就在这座山里？是。已经好几天疲弱的无法说话的范闲，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，无比坚定地吐出了一个字。得到了确认，3位年轻人就这样怔怔地看着远处的雪山发呆，竟似是有些不想再往前踏一步了。忽然，王13郎从雪橇上跳了下来，对着那座大雪山发狂一般的吼叫了一声，声音极为沙哑，又极为愤怒，更极为快意。看着这一幕，海棠和范闲都忍不住笑了，心想这位一直温和坚定的剑炉关门弟子，忍到此刻终于爆发了橙子四顾剑的锋意。笑后便是沉默，海棠的眼中湿润了起来，终于化成了几滴清泪，泪水滴在皮袄上迅即成冰。范闲快活着摇摇头，许久说不出话来。没有经历过他们这一次漫长旅程的人，无法了解他们此刻心中的情绪。这是一种大愿达成的满足，这是一种战胜天地的豪气，又是一种马上便要接触世间最神秘所在的冲动。漫漫雪城，沿途雪犬毙于地，范闲重病，随时可能死亡。海棠和王13郎也被折磨得失去了人形，此等艰辛不足为外人所道，然而他们终究是到了。如果没有范闲充分的准备以及对于大自然的了解，他们3人孤独相携来此，只怕早就死在了雪原之上。一念及此，范闲眯着眼睛看着远处那座大雪山，不禁想到了很多年前那2位强悍的先行者苦荷大师以及萧恩大人。范闲一行从北齐启程时是春初，此时应是夏时了，天地间最温暖的时刻。当年萧恩苦荷一行数百人却是从夏天出发，一路死伤无数，待他们到了这座雪山时，正好是极夜。整整长达数月的极夜，
当年的那2位先行者是怎样熬过去的呢？萧恩和苦荷不像范闲拥有前人留下来的线路图和经验，居然还能在这样凄苦的环境中活了下来，实在是令此刻劫后逢生的范闲大感赞叹。与那2位吃人肉的先行者比起来，范闲3人其实真的要幸福很多，轻松很多，可是依然狼狈不堪。也亏的是海棠与王十三郎都是人世间顶尖的强者，再加上范闲这个有2世之势的废人，一切似乎都是命中注定。范闲注定是世间对神庙最敬畏又最不敬畏的人，也是最有能力进入神庙并且需要进入神庙的人。看山跑死马，范闲渐渐从内心的兴奋与激动之中摆脱出来，强行压抑住心神，静静地望着那座高大的雪山，猜测着山里的那座大庙的模样，沙哑着声音说道：休息一夜，明晨进庙。在上京西山的那个被雾气遮住的山洞里，范闲曾经在垂死的萧恩面前说过，他其实只是一个行走在这世间的游客，他想看更多的风景，所以对于神庙有极为强烈的兴趣。与北齐小皇帝意图借神庙之力一统天下不同，与前魏皇帝妄想从神庙获得长生不老之秘不同，与庆国皇帝老子异常强悍，把神庙当作打手不同，范闲以往对神庙的兴趣主要在于那些未知。而如今的范闲对于神庙秘密的强烈渴望，却难免附上了更多的现实考虑。他需要进入那座神庙，寻找五竹叔的踪迹，确认五竹叔的安危，并且尝试着寻找一个能够返回人世间战胜庆帝的方法。这其实都只是一件事情的2个方面，只要五竹叔还活着，那么一切都好办。在范闲的认知中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伤害五竹叔，留下五竹叔。蒙着黑布的勇士少年宗师拥有过于强悍和神妙的技能，就算世间曾经存在过的几位大宗师携起手来，只怕五竹也有足够的办法轻身而脱。如今这座大雪山里的神庙，那个虚无缥缈一直站立在人类社会传说云层之上的仙境，对于这种不属于世俗的地方，只怕连五竹都不是对方的对手。事实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。五竹叔返回神庙寻找自己的根源，已经过去了几年时间，却一直没有任何音讯传出。如果他不是被囚禁在庙内，便只怕已经是离开了这个人世。清晨的阳光没有一丝温度，那样冷漠地照耀在雪山脚下的3个人身上。范闲眯着眼睛，仰着头，看着面前这座似要将天都遮去一半的雄伟雪山，看着那些冰雪在晨光之下反射着如玉石一般的光芒，沉默许久，没有说话。3位世间最顶尖的年轻人，天上黑时便从营地里启程了，大约行走了几个时辰，才艰难地行进了这座大雪山。令海棠和王十三郎震惊的是，范闲似乎对雪山下的道路十分熟悉，带着他们2人轻松地穿过了雪山下一条狭窄的通道，径直来到了雪山的另一边。